DIY 皮卡房车，到了电路了，比想象中的琐碎，但好在是开始了。看一下现在的成果吧。第一天搞电路就搞成这样了，一片狼藉。大家好，延平 Mrs. Gary。今天呢还是比较值得期待的，因为今天会大范围的开始做电路了。因为在之前其实有一些工作吧，包括有一些测试也涉及到一些电路，但是那都零散的。现在呢，你看昨天我把这个门装上了，空调也固定好之后，所以它整体的外框架比较完备的。那所以我现在就可以说在里面做，包括这个昨天我做的时候没有拍。这个桌面还有上面的一个小的橱柜板也钉上了，所以今天我会把电池、逆变器，然后一些空开呀、一些基础的线，我会连一连 DC 的这些。这个工作可能会持续几天，因为剩下的活就是比较细的活和之前的结构相比，这是一个新的领域，所以比较值得期待。那现在第一件事呢，就是早晨收到了好几个取件的一个短信，我要去把一些电路的耗材设备，然后取一下，拉着小车。其实现在已经收了很多了，零零散散的我已经下了这些，我觉得得有20多个快递啊，现在还有应该20个左右在路上，走了。取完快递来了一阵小风，好多花瓣。北京这个气候挺舒服的。清点完最近陆陆续续收到的一些快递的库存之后呢，现在我就准备开始弄电了。哎呀，舌头上有溃疡。第一步就是我先把这个电池放到这个位置，因为电池是第一步。电池我用的是48伏的系统。就是关于为什么用48伏，这个就是怎么说呢，就是好吧。虽然现在没有普及，但是肯定之后大的趋势是这样。以我的了解或者我的一个判断吧，虽然现在很多无论是设备还是很多人自己改房车也好、长车也好，包括很多房车厂，其实还是12伏数量比较多。但12伏的问题很大，就是虽然它低电压很安全，但是它会导致相同功率下电流很高，所以电线的发热或者说一些大功率的时候，它的一些设备是没有办法使用的。但是随着现在无论是快充还是很多设备48伏它是越来越普及的，包括行车充电，对吧？你要想充电更快，你只能是用更高压，因为电流太大的话，它对电线的发热会影响比较大。后续我单独再说一下吧。欢迎关注啊，欢迎订阅关注。我用48伏的系统，但不代表说我车上只有48伏。我想加12伏就加12伏，想加24伏就加24伏，很容易。并且从高压往低压转换很容易，从低压往高压做 DC 的转换也很容易，但是它的效率和发热会更高，所以不建议。反正这块听不懂也无所谓，对，但是你要是想自己改房车，这块你必须要很熟悉，否则的话我不建议你开始，会很麻烦。对，也再拍一下这个。孩子他妈给我买的耐高压的绝缘手套，主要也是孩子他妈怕我这个做电路的时候，对吧，稍有不测。对，还是要带上，保护好自己。就是按之前画的电路图，已经操作了一些了，12度、13度电吧，
然后几个不同规格保险丝、逆变器，然后 DC 拱地这一块再预留一些空开。MPPT 也快充。第一天搞电路就搞成这样了，一片狼藉啊。电源、库仑计搞好了，空开，几个保险丝、逆变器，2个 DC。OK 了，风扇已经开开了。然后这边的 DC 拿一个小东西试一下。就这个属于电路里的基础设施吧。把这个搞好，然后各个等级的电压都有的话，后期连电器设备、灯啊什么的就会方便一些。走吧，今天搞到了7、8点，回去吃饭了，拜拜。The next day. 现在装这个继电器，因为角度比较小，所以操作起来还有点难度。The next day. 这到工厂这边了。今天早晨又收了几个快递。很多小零碎的东西，比如说像这种开关，防水的开关。对吧？很多细节就是，如果想要做的比较好的话，其实这些东西都是要去，自己去找，然后购买。我现在做的东西呢，很多时候是，买一套设备，但我觉得这套设备里面有的地方没有做到比较让自己满意，那我再去找相应的配件，我想自己去更换所以会麻烦一些。但我觉得既然是自己做，还是希望能再让自己舒心吧。来看一下里面现在的一个状态，挺乱的，其实也没什么拍的。今天还是会搞电路，争取把继电器的一部分，看能不能跑一跑。然后还有很多要做的水泵，几个水泵。柴暖其实都是大工程，包括像光伏太阳能板还没有到，也是大工程，所以现在来看时间还是挺紧的，继续加油了，压线的头比较结实。我现在做的工作就是在连接各器件，包括空开保险丝之间，那要用电线连。那电线呢，把线拨开以后，它的线是很散的，比如说像这种，对吧？它里面都是很小的线数。为了让它接触更好，我要用这种各种各样的端子把它压紧，这样的话接触就会很好，然后用于各个器件之间的连接。刚又把 MPPT 也连上了，现在电池是开着的状态，这个就是不同器件的空开。那我先开一下空调用的 DC，可以听见风扇已经转了。这个是 MPPT，也已经成功了。